上海这个曾经被奉为全国最抗跌的楼市，如今人人都在经历同样的绝望，房子卖不掉，价格腰斩，房贷像枷锁一样勒得人透不过气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上海突然抛出一个救命稻草，紧急叫停房产税。准确点说，是暂免持居住证的人买房可以少交税。可是暂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随时可能收回，意味着这是一场随时可能收紧的骗局。9月19日，上海财政局发布通知，从2025年1月1日起，持有居住证的高层次人才、紧缺人才或居住证满3年的普通购房者，在新购家庭首套房时可暂免房产税。看似是福利，实则赤裸裸的抢人大战。因为全国唯2的房产税试点城市上海、重庆都在减税。当大家最担心全国普遍征收房产税时，这2个先行者却在拼命往回收。原因很简单，市场已经塌了，没人愿意再往火坑里跳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摆在眼前，8月份1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下降 0.1%， 北京、广州、深圳分别下降 0.4%、0.2%、0.4%，唯独上海逆势上涨 0.4%。但业内人士冷笑，这只是统计学的游戏，真实的二手房市场血淋淋。官方说，上海房价跌幅大约 20%， 可走进市场你会发现远不止于此。2022年，深圳有个小区还在卖13万一平，如今3万出头。上海也在重演同样的故事。中环线一位业主的房子从380万跌到240万，一年蒸发140万。静安大宁的静安府，3年前1348万的3房，如今975万，算上税费和利息，3年亏掉514万，相当于一个年薪250万的白领，3年所有收入化为乌有。豪宅更惨，高峰时接近1亿的房子，如今只卖4000多万，跌去一半。这不是房价下跌，这是一个个家庭被碾碎的声音。有人说，房子是最保值的资产。可是今天，在上海，房子正在成为吞噬家庭的黑洞。为什么就是没用？上海的房产税暂免政策看似给市场松绑，但逻辑根本站不住脚。地方政府因为土地出让金锐减而财政亏空，想通过房产税弥补缺口。结果是征了税，人才跑了，资本逃了，这笔账根本算不平。更讽刺的是，政策执行上形成了左右互搏，一边降息降准放水救楼市，一边又想着增加房产税收。货币宽松配财政紧缩，这不是政策，是自相残杀。而且一城一策的标准让全国推广变得几乎不可能。上海和重庆的房产税试点搞了多年，对房价几乎没有实质性影响，全国想按这个模式执行，根本是天方夜谭。换句话说，房产税既救不了市场，也留不住人。对普通老百姓而言，这所谓的救市不过是一场闹剧。失业潮、降薪潮、裁员潮3重夹击下，大家唯一的想法就是活下去。2024年以来，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长期维持在 5% 以上，大城市青年失业率更是长期停留在不可公布的状态。上海的白领们，不少人一边背着几百万的贷款，一边担心随时被裁。断供、法拍房暴增，朋友圈每天都有人问要不要去捡漏，可真敢买的人几乎没有。一位房产中介无奈地说，现在带客户看房，10个里有8个最后放弃，剩下2个也只想砍到骨折价。大家都怕今天买了，明天再跌 20%。很多人幻想着房产税能劫富济贫，能把房价打下来，让炒房客血本无归。可现实呢？这只是天真的美梦。在老百姓眼里，
房产税就是给炒房的上一课。几十套房的炒家交不起税，自然会抛售，于是房价下跌，刚需受益。但在国家立法机构的逻辑里，房产税的作用完全不是这样，它是财政收入的补充，是稳定税基的手段。问题是，今天的中国经济承受得起吗？一边是贷款利率一路下调，降准释放流动性，目的就是拖房价；另一边若加税，无异于自己打自己耳光。这就是最讽刺的地方，官方的出发点和民间的期待永远不在同一条轨道上。过去几年，国家为了拯救房地产，花样百出，认房不认贷，让更多人能凑齐首付；取消限购，让原本没有资格买房的人重新上车；以旧换新，试图激活存量市场。这些政策背后的逻辑只有一个：拖住楼市，哪怕是虚假的繁荣，也要拖住。可如果同时又开征房产税，那就等于把前面的努力全数抹掉。就是刚搭好的舞台，房产税一上来，幕布直接撕裂。你以为上海靠免税能留住人？错了，今天的上海正在上演外地人消失的戏码。过去的古北随处可见日本人，光日本人就上百万。如今呢，除了外滩，几乎看不见外国人的身影。失去了外来人口和外资，房子就像被抽走血液的身体，只剩下冰冷的空壳。普通家庭更是没勇气上车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5年8月，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.3%， 三线城市下降 0.4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全国一起跌，根本没有避风港。在3、4线城市，房子甚至跌成了没人要的废纸。一套首付几十万的房子，如今卖掉连贷款都还不上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谁还敢买房？买房等于自杀。房价的下跌不是冰冷的数字，而是一桩桩家庭悲剧。一个在静安买房的中产家庭，3年亏掉514万。这意味着孩子的出国计划泡汤，意味着父母的养老基金消失，意味着3年的心血白干。一个深圳业主，2022年花1300万买的房，如今只值300多万。每天看着余额像刀子扎心。法拍市场里，无数断供者的名字被挂在法院的公告栏上，赤裸裸暴露在公众面前。房子不再是家的港湾，而是压垮无数家庭的棺材板。今天的上海宣布暂免房产税，看似是救市，其实是承认了一个赤裸裸的现实：房子已经彻底变成了烫手山芋。如果征税，市场彻底崩盘，政府财政也没法补；如果不征，楼市照样在跌，断供、法拍越来越多，房子变成社会炸弹。所以政府选择拖字诀，暂免，看似给希望，实则不给答案，随时可以收回，随时可以反转。这种不确定性才是最可怕的，因为它让所有购房者都不敢动。你永远不知道今天买的房，明天会不会因为一纸政策价值清零。业内普遍预测，上海未来80%房源价格还会继续下跌，只有20%能勉强稳定。而全国楼市的寒冬还远未结束，失业率居高不下，消费持续低迷，人口断崖式下降，结婚率、生育率双双见底，外资撤离，人才出走，支撑楼市的基本盘正在瓦解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所谓的房产税，无论免还是收，都只是表面的修修补补。真正的问题是，整个经济大厦已经摇摇欲坠。有人说，中国的房市像空中楼阁，我觉得更像是一张巨大的蜘蛛网。过去20年，所有中国家庭都被困在里面。房价上涨时，你拼命往里钻，觉得那是财富自由的捷径；房价下跌时，你才发现
那是一张逃不掉的陷阱。今天的上海紧急叫停房产税，试图安抚市场。可悲剧的是，这不是希望的开始，而是崩塌的前奏。